在重慶烏溪的深山峽谷中，藏着一座神秘古鎮。鼎盛時期，這裡曾居住着數萬人，他們不用耕地，不用放牧，卻能豐衣足食，富甲一方。這樣的輝煌延續了千百年。這裡就是中國4大古鹽產地之一的臨場古鎮，從秦朝被發現至今，已有4000年歷史。古鎮的鹽泉水源源不斷，一年可產1.6萬噸鹽。在古代，鹽是最重要的戰略物資，是國家的經濟命脈，百姓的民生剛需，地位堪比黃金。而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，這座因鹽興起的古鎮也終究因鹽衰敗。老房子古樸厚重，浸潤着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，如今卻破敗不堪。偌大的古鎮只生活着幾十位老人。接下來，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座青年鹽都，看看這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址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是重慶烏溪的臨場古鎮，這裡竟然藏着一處有着4000年歷史的雲泉水，水源至今依舊源源不斷，從未乾枯過。要知道，鹽在古代堪比黃金，價值连城。可隨着時代的發展，工業日進的發達，這座因鹽而生的古寨慢慢的走向了沒落。如今，古鎮保留着核心老街區荒廢的古村落，還有隱藏遺跡，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建築。走吧，現在就帶過去看一下。這座古鎮名為臨場古鎮，由古鹽場發展而來。這裡的制鹽史已經有4-5千年了，讓這個鎮子曾經富甲一方。在明清時期，這裡可是我國10大鹽都之一，而且產鹽量是占到了整個四川的1/4，足以可見這裡當時是多麼的繁榮。後來因為現代工業制鹽發達，成本較低，這裡就慢慢的敗落了。人們也陸續搬離了這裡，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古鎮特別的荒涼。這些房子是吊腳樓的，還是蠻復古的。你看門牌上还寫着中心街20號。這裡巔峰時期住着10多萬人，以前這裡是有街道、商鋪，還有那些醫院之類的。這邊應該是供銷社吧，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後，當時在這裡工作的一個地方，售賣東西。天哪，好大呀，非常的寬敞。哎，這邊是宿舍嗎？好像還有人居住的痕跡。這裡應該到現在還居住的有幾十戶人家吧。你看我們過來，人家直接就把門關上了，可能怕我们去打擾他吧。你看這裡還曬了一些衣物，地裡面還種了一些蔬菜。上面這些樓房的話，就時代比較久了，已經塌陷了。走吧，我們往前面走吧。我感覺那棟樓的規模有點像是學校。這些建築應該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修建的。我前面有一位奶奶背着東西，身体還是挺硬朗的，挺佩服这個奶奶的。我們看一下，找一位當地人了解一下這裡的故事。
在古代的时候，鹽它是由官方来定價，那個銷售的，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。來，要不要我幫你抬一下？你們家住這裡嗎？啊，行。你幫奶奶聞一下。啊，我幫你放下來嘛。不需要，剛才我貼着。哎，我給你放一下。慢一點哦。好簡單吶。嗯。後人。奶奶，你們在這裡居住多久了？後人這兒聽着，我好大歲數啊？哦，78。78了。嗯。你們在這裡住了多久啊？在這兒住啊，20多年的。20多年。查下来妹妹。休息一下。你這兒那麼好啊？以前。謝的。不用謝。奶奶你。口我說和你們口。哦，不能了。奶奶，你以前也是在這裡鹽場上班嗎？那個原來那個地方是個蠻熱鬧一個地方，比城頭熱鬧些。最後的那些人都跟走到啥造反垮台的，坐這兒沒事的，給我這城頭去了。哦。那就我們那一般還是農村裡下來的。哦，以前這裡特別的繁華是吧？啊，那兒原來的老街坊都跟這城頭去了。哦，原來這以前是老街。那些人全部都搬到外面去了嘛？啊，有錢兒嘛，他們有錢兒了，都跟在外面去了。那農村下來，像我們下來一個搬遷，一個戶才9000塊錢，你買不了，在城裡頭買不了屋嘛。在那個地方，那是我女子買的，他那4家買的那一等點屋。哦，就是說這個地方沒落了以後，你們就花錢把這裡買下來了，是吧？個人花錢買的。哦，這個搬遷你看也國家說個良心話是下來不是。到地方中它就不一樣，一個戶給9000塊錢，一個人頭1000。哦。你還買到屋嗎？哦，意思是你們以前是從那邊搬到這邊來的？我們是那個上頭望着那個上頭。那奶奶，你對這個地方以前我們這兒3個大隊都搬的。哦，奶奶，你對這個地方以前治鹽你了解嗎？以前吶。哦。以前那個地方蠻熱鬧，那兒學校嘛，政工所、派出所。銀行、稅務所、市门子這兒，粮站都在那頭，蠻熱鬧。就是因為這個地方以前治鹽能換錢是吧？現在那個地方就不行了嘛，它沒得醫院，沒得學校，你哪個坐那兒也屋頭，就是些老卷卷。奶奶，那你知道這個以前這個鹽場子裡面哈，這個地方以前居住的有多少人呢？原來一個地方，那沒哈說那個事兒。我們這是秀兒嘛，上萬村的人是好高级官子都是好多個，好熱鬧。有10萬人沒有啊？那還有幾萬人，那不錯。有哈。你就是個坡上埋的人嘛，都沒得紅，我說曉得這個地方好多人呢。哦。奶奶，那這個地方它治鹽有多少年了？原來那個地方最熱鬧，比城頭熱鬧。那這個地方發現這個鹽的時候是多少年？你曉得吧？那個地方啊，就產鹽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到現在有多少年？有的他走得早，有的走得暗起，慢慢走慢慢走。那老街坊就跟走得差不多，他只剩点本沒得錢的了。大部分都在城裡頭，萬縣、重慶到處都滿屋嘛。也就是我們那個就沒得辦法，我們農村裡下來，農村裡面我出去那是跑點田，就吃飯。奶奶，生活，你對這個地方的歷史你不太清楚是吧？我們到現在住在那兒，我就說還是個人買這個養老保險，他們那些吃低保。奶奶可能他不是這裡的人，他們是後面搬遷到這裡的，所以說奶奶的話應該是不知道這些歷史資料。好，謝謝啊，奶奶，我們逛一下。有事到我做嘛哈。好。那回大小声搞采访。弄不过啊，动那头我才烧油火他们烤了。那身味儿也好。星期天、3一天他那给我买上来，我說你買個那一頓不了，我說我就不懂喝那些嘛。打擾你啊，奶奶。不是那頭啊，你不是和我們烤，我們哈懂幹嘛的，喊兒。打擾你啊，奶奶。慢慢走哈。哎，好。奶奶是這個古鎮當時沒落了，她從山上搬到這裡居住的，她對這裡也不是很清楚。因為這個地方是他們子女們在這裡購買，他在這裡居住的。我這邊已經變成危房了，好多房子都垮掉了。這個古鎮完全是依山傍水而建的。
此處危險，禁止通行。看來這邊房子估計也要倒塌了。我們去看一下引井吧，引井就是出鹽水的那個地方。走吧。这些房屋都是修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的时候。不过这里的营業行業衰敗的話，這裡早已人去樓空，只剩下一些遺跡了。就像一個地方不掙錢了，慢慢的就會被大家遺棄吧。因為這裡交通也不方便，在一個大山的凹槽裡面。哇，這裡還結了一棵柚子樹，上面還有好幾顆柚子，但是夠不着。像這座青年古鎮是古代的10大鹽都之一。這座古鎮因鹽而興，也因鹽而衰。這裡最鼎盛的時期呢，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，當時整個鎮子有336個爐灶。1000年80口鹽鍋，號稱萬灶陰鹽。當時整個四川有20%的鹽都是來自這裡。在抗戰時期，因長江中下游海鹽供應斷絕，古鎮奉命增援，增產資源。當時很多人在這裡做生意，就是做食鹽生意嘛，把這裡的食鹽銷往全中國。但那個時候製鹽就特別的麻煩，要用鍋熬製，不像現在工業化很方便的。但是我們逛了這麼久，都沒有看到鹽在哪裡呀？對面就是鹽泉吧，看到沒有？那裡在源源不斷的流水出來，應該是鹽水。哦，應該是在那邊吧。因為那個位置有很多車，因為這個地方現在來遊玩的人還是比較多的。你看這間木房子裡面全是殘垣斷壁，似乎大家都走得很匆忙。這牆上還有一句話是形容這裡的“一泉流白玉，萬里走黃金”。是形容當時這裡的營業行業的。我們現在就過去到鹽泉看一下吧。這裡也是當時他們整個營業的經濟命脈。鹽泉基本都是從這裡流出來的。現在要從這座鐵索橋過去。哇，你看天上的老鷹在自由的翱翔。這邊還有幾個大喇叭，這以前應該是一個播放站吧，就是通知。這橋還是木質的，
走在上面好摇晃呀！应该是时间比较久了，下面的这些已经腐朽了吧？应该是铁，这应该是铁制的。为了方便出行，他们就在下面铺了一层木板，人走在上面是没问题的。看那边，刚才我们走的古镇，这個鎮的全長有3.5公里，完全是依山而建，前方就是有一條河流，真的是一個難得的風水寶地呀！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？当時是誰先發現這口鹽泉的？在當地流傳着一個故事，相傳在遠古時期啊，有一個獵人在山上發現了一頭白鹿，他就一直追趕白鹿嘛，白鹿就跑到山洞裡面，他跑了一天了，覺得口渴，在旁邊發現了一股泉水，就過去嘗了一下，哎，有鹽的味道，就是這樣就發現了這口鹽泉。這麼神奇的嗎？走吧，我們去出鹽口看一下。這裡就是林場營業遺址了，上面還刻有字跡。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經被列為文物保護了。大家看這邊的水源，一直源源不斷，從來沒有乾枯過。而且水質特別的乾淨。鹽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，也是朝廷就是皇家壟斷的行業。走，我們到裡面出水口去看一下。大家知道嗎？你要是在古代有一口鹽泉的話，那裡可是富可敵國了，堪比黃金。哇！這裡面的流水聲好大呀！這就是鹽泉了。像這個位置，它的修建是在宋朝的時候修建的，因為每個朝代都會對這個地方重新修建或者修飾、修繕。這完全是大自然的饋贈呢，太像野生溫泉了。這裡以前是有2層的，這上面還有一些以前的圖片，自鹽一車間。你看以前的建築和現在看到的殘垣斷壁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大林場第2區。這裡就是自鹽第3車間。你看當時是多麼的繁榮，房屋也特別的密集。哦，這座鐵索橋是民國的時候修建的。我們嘗一下這個鹽泉。天哪，這個水竟然是熱的，好鹹吶！要是用這個水來煮湯的話，就不用加調味品了。你真的是個大傻子！這個水用來煮湯，你能喝得下嗎？齁鹹的。喝不下。走，我們到出水口看一下。像這個鹽的溫度大概就4、5度吧。你看這些木頭都是潮濕的，這兒就是出水口了。哦，這裡面是用管子接住的。哇，裡面黑漆漆的。你看那個位置好像是用泥沙堵住的吧？用袋子裝住的。
源源不斷。這口井水流了有幾千年的4000年的歷史。每個朝代對這個地方都是重中之重。那一直從這裡流下去的。隨着時代的發展，它已經完成了它以前的任務了。現在工業制鹽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像這裡制的鹽成本特別的高。中国最古老的营业產業之一就帶大家了解完了。現在這裡只剩下一些老人在此居住。古時候這裡因鹽而興起，在這深山之中也能繁榮昌盛。如今隨着科技的發達，已經沒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